为什么我们国家如此严防死守？从去年中旬首次实现动态清零以后，会连续爆发了40波左右的局部疫情，而且都是境外输入。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疫情与荷兰疫情给我们太多警示，必须警惕人为扩散疫情犯罪行为的发生。昨天的一条新闻可谓非常轰动。1月12日，荷兰许昌警方通报，经公安机关调查，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禹州市公安局于2022年1月10日对张某东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请注意，这个警情通报中的涉嫌犯罪细节虽然没有详细通报，但一条定性的话语足够让人极度震惊。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这真的是有点细思极恐的味道。这种行为如果最终查证了，其动机、情节、性质、后果，可真是远比贪污腐败、杀人放火还要严重多了。由此我又想起了美国疫情为什么那么严重的原因。实际上，美国早在2019年就爆发了新冠疫情，种种证据已经表明，美国所谓的电子烟肺炎实际上就是最早的新冠病毒肺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美国所谓超级大流感大规模爆发，导致1800多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以后，所谓的电子烟肺炎就消失了。而作为全世界抽吸电子烟最多的中国，电子烟的抽吸者是美国的4倍以上。怎么中国和其他国家就没有电子烟肺炎呢？难道流感病毒会杀死电子烟肺炎的细菌或者是病毒？而在美国正式确认爆发新冠疫情以后，美国的超级流感又神奇的消失了。难道新冠病毒可以杀死流感病毒？最奇怪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新冠疫情。在美国疫情已经急速扩散的情况下，特朗普出席竟然反对戴口罩，反对采取限足措施，公开发表讲话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新冠病毒，对美国人威胁不大。如果他不知道真正的内幕，会这么说吗？而且还在拼命的推销后来证明就没有用的瑞德西韦是神药。当拜登在去年击败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以后，仍旧对新冠疫情视若无睹，根本不采取什么抗击疫情的措施，而是一个劲的鼓动美国民众该干嘛干嘛，只要注射疫苗就行，还给美国民众免费发放检测试剂。后来很多人才突然明白，原来他们就是要让美国的疫情扩散得越厉害越好，全世界扩散得越厉害越好，这样美国的医药财团就能够数钱数到手抽筋。原来美国总统不过都是在为财团效力，因为没有财团的支持，美国的政客们根本没有资金去参加竞选，连国会议员都不行。那么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这样一家涉及医学检验、病理诊断、科研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公司，其区域负责人会不会也有美国那样的动机？有没有为了增加自己的业绩拿到更多的奖金的动机，才会像荷兰许昌警方通报的那样，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呢？再联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国家如此严防死守？从去年中旬首次实现动态清零以后，会连续爆发了40波左右的局部疫情，而且都是境外输入。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人为的故意因素？是境外主谋还是境内外勾结合谋？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并必须严防死守、严加调查的重大任务。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